2个孩子都好，可咱家真供不起2个呀。这里的钱就够1个孩子读书。桂兰呀，向东下半年要考县中，小满也要升学，书本费、学费、住宿费，哪样不要钱？那你让我跟哪个孩子开口呢？哥，老师今天又夸我作文了，还奖励我1支新铅笔，这半截给你，你那支都快吐到木头里了。就你那作文，写来写去都是村口老槐树，老师还没看腻。但是我写得好，你除了算术快还会啥？跟向东说你别读了吗？他老师今天才来过，说这孩子脑子灵，能考出去。跟小满说你也别读了吗？他才12岁，作文都贴到教室后墙了。手甜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我宁愿自己少吃2口，也不想让孩子在这事儿上低头。可我再怎么省，也省不出2个孩子的前程。我知道，你知道有啥用？孩子争气，咋还成了家里的难处？是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。你别这么说，你白天在地里累成那样，回来还要修篱笆，你已经努力，不是你没本事。要是真只能供1个，你想供谁？向东大写，再耽误就晚了。可小满还小，成绩也好，所以呢？谁在外头？是不是向东？向东，你咋站这儿？你是不是都听见了？向东，爹娘没事的，我本来就不想读书了。向东，你别拿自己的前程赌气。我没赌气，读书太烦了，我早就不想读了。向东，这话不能乱说。你是不是听娘跟你爹说那些话，心里难受了？没有，向东，你老师今天才来过，他说你脑子活，县中都能考。你现在说不读，是跟爹娘赌气，还是跟自己过不去？我没跟谁过不去，天天背书、考试、写卷子，烦都烦死了。你撒谎，你是娘生的，你想不想读，娘看不出来。娘，你别把我想得多争气。我以前说考县中就是随口说说，随口说说，你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写到半夜也是随口，你那几奖状也是随口拿回来的。奖状能当饭吃吗？向东，家里的难处是大人的事儿，不该让你一个孩子来扛。你想读，娘知道，你别为了小满。跟小满没关系，我就是不想读了而已。你看看，这是你老师亲手送来的。他说你再往前走1步，就有机会出这个村。出不出村也没啥要紧。你再说一遍。哥，你刚才说啥？谁不读了？你说你不读了？你听错了。我没听错。你不是说要考县中吗？你还说等你去了县里，就给我讲县里的学校有多大，教室有多亮。小孩子才把每句话都当真。我以前还说给你摘星星呢，我摘得下来吗？那不一样。有啥不一样？都是随口哄你的。小满，你先回屋，你哥不是那个意思，他就是心里乱。我心里不乱，我想得很清楚。不读书，你想干啥？去镇上学木工。学木工，你知道木工有多苦？扛木头、刨磨板，手上磨起泡，肩上磨掉皮，那条路很难走的。读书也苦，再说有门手艺，饿不着。你骗人！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，你以前说读书能走出去。那是以前。你变了。你管好你自己就行，以后家里供你，你就好好读，别天天把心思放在我身上。所以你真不读？真不读。你不后悔？有什么好后悔的？读书又不是唯一的路。李向东，你真的变了。小满，你别回头。向东，爹再问你一遍，你真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向东，你要是真想读，娘就是去给人一辈子衣裳也供你。娘，你别说的那么吓人，我真不是那块料。你不是那块料，那墙上那些奖状是谁拿回来的？李向东，你以后别后悔。不会。你以后别后悔。
向东，娘，早点睡吧。老师，这一步我走不了了。向东，你脑子活，别把自己困在村里。以后这些别让小满看见。哥，等你去了县中，你回来要跟我讲县里的学校有多大，我要听教室，还要听操场。先把你自己的作文写明白吧，别老写老槐树。小满，你去。这个哥留着。春天来了，村口的老槐树抽了芽，孩子们背着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。你今天真不去学校？不去。真去镇上？找赵木匠。林向东，你这样自暴自弃，说不读了，有没有想过爹娘会有多难受？我有自己的选择，你管不着。我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，何必浪费爹娘的钱？那你以后别后悔。你把书读好，比啥都强。我当然会读好，我不会像你一样说放下就放下。手上要是磨破了，就包一下，别逞强。我会好好学。路上吃点东西，别空着肚子。春天来了，村口的老槐树抽了芽，孩子们背着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。小满，你一定要好好读。你就是林守庭家的大儿子？是。你不是还在读书？你们老师前2天还跟我说，槐树湾有个孩子算术好，脑子活，将来说不定能考出去。说的是你吧？老师爱夸人，他的话不能全信。读书人不读书，跑来学木工？不是。那你是觉得木工比读书钱快？也不是。那你图啥？我想学门手艺，家里往后用得上。说实话。我妹妹还要读书。学木匠苦，搬木头、磨刨刀、扫木屑，头1年你连正经家具都摸不上，手磨破了是小事儿，心要是不稳，3天就想跑。我不会跑的。别说的早，先搬，把这些搬到后院，码整齐，搬完再说你跑不跑。以前搬的是书，现在搬的是木头。喝完继续。你要是真为了妹妹来，就别让你妹妹将来听见别人说她哥连木头都扛不住。她不会听见。为啥？我不会让人这么说。有这口气是好事，但记住，嘴上硬没用，得手上得硬才行。小伙子，看书包啊，新到的，结实，背几年都不坏。多少钱？8块钱。小满一定喜欢，他喜欢红色。买不买？过2天来。木工铺好玩吗？不好玩。我还以为你去了就不想回来了。毕竟你不是说读书烦，学手艺挺好吗？这道题你都不读了，就别管我的题。以前我问你，你嫌我笨，可你还是会教。现在你连书都不要了，还想管我？林向东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？你要是不想读，你就别装得像什么都没发生。那你自己想。我当然会自己想，以后我啥都自己想。小满下半年要升学了，他那个旧书包底都快磨穿了，明天我带他去镇上看看。爹，不买也行，我那个补还能用。你那书包再补就成补丁包了，
到时候输掉一地，你再站路边哭。我才不会哭，你小时候因为铅笔断了都哭，那是小时候。现在也没大多少。拿来看看。这书包结实，女娃背正好。你看这红色多精神，真好看。多少钱8块。 ？8块。爹，我不要了，我的旧书包还能背，娘补一补就行。你不是喜欢吗？喜欢也不一定要买，我又不是非要新的。买。哥，看我干啥？给你买又不是给我买，我都不读了，要书包干啥？可你以前也想要新书包。以前想要的多了，我以前还想天天吃肉呢，能天天吃吗？你是不是因为我才不要？哟，林小满，背新书包了。林小满，你哥不念了，你还背这么新的书包，你哥让给你的吧？才不是，他自己不爱读。也是，他现在天天往镇上跑，哪像个读书人？国庆，说话注意点。林叔，我就开个玩笑，玩笑也分轻重，你要买东西就买，不买就别堵门。怎么还不让人说了？你自己说不读的，又不是我替你说的，是我自己说的，所以你也不用替我多说。哥，高国庆说的是真的吗？他说的话多了，你就要信。我问你，这个书包是不是因为你不读了，我才能背上？不是，因为你要升学了。那为啥以前不买，现在买？以前你书少，背破包也够，现在书多了，掉一路多丢人。你说话真难听，实话都难听。那你以后别说了。行，你读书厉害，你说。哥，你看这里面还有夹层，能放铅笔。放铅笔别放吃的，省得招蚂蚁。我又不傻。你小时候把糖塞书里，蚂蚁爬满半本书。那都多久以前了？没多久，你还没长多高。你不读书了，嘴倒是还挺会气人。总得留点本事。小满买新书包啦，真显亮，背出去一看就是读书娃。向东啊，你小时候也聪明，可惜后来心野了。你妹妹现在背上新书包，你这个当哥的可别拖她后腿。桂枝嫂子，孩子的路长着呢，别一句话说死。向东学手艺，小满读书都是正经路。我也是盼孩子好，没别的意思。桂枝婶儿，小满会读好的。哥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好好学。林向东，我会把这个书包背好的，也会把书读好的，我也会争气给你看。那就争气点，别让我白嫌弃他红。你这人真讨厌！来了，来了。原来木工这条路不比读书轻松。今天比昨天早一点，我怕你又说我来晚了。怕我说没用，要怕自己学不成。木工这行不怕人笨，就怕人心服。那么手上这把雹子就拿不稳。我既然来了，就会把它拿稳。话别说满，先把这几根木头搬到后院，再把昨天拆的旧凳子榫头看明白。你要是只会使蛮力，那不叫木匠，那叫扛活的。我想学真本事，学真本事就得先把脸面放下。别人笑你从读书娃变成木匠学徒，你受得住吗？受得住。你妹妹要是也误会你呢？她好好读书就行，误会不误会，不耽误她写字儿。你才16，说话倒像40。
这不是槐树湾那个读书好的孩子吗？咋到你这儿来了？来学手艺，可惜了。听说老师都说他能考县中。孩子，是不是读书太苦，坐不住啊？读书苦，木工也苦，总得选一条路好好走。这话说得倒稳。这孩子话少，心里有数。我心里其实没有别人想的那么稳。每一次听人说可惜，都像有人从旧木箱里翻出那张推荐表。可我不能让人看出来，尤其不能让小满看出来。春天来了，村口的老槐树抽了芽，孩子们背着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。哥，你还记得这篇作文吗？忘了。你真忘了？以前你还说我这篇写的像村里广播，啥都说，啥都没说清。那说明我以前嘴欠。不是嘴欠，以前你虽然总嫌我，可你会认真看，现在你看都不看了。林向东，你是不是连我读的好不好也不在乎了？你读的不好是你自己的事儿，别天天想着让我在不在乎。你说的真轻巧，以前你管我最多，现在突然摆出一副跟你没关系的样子。你要是不想读，你就别读。可你为啥连以前的自己也不要了？人总得往前走，谁还能天天抱着以前不放？你那叫往前走吗？你那叫逃！小满，先吃饭。小满，跟你哥好好说话。爹，你们都说让我好好读，可他呢？老师说他能考县中，他说不读就不读。别人都问我，你哥咋不念了？我怎么回答？我说他怕吃苦，还是说他自己不要前程？你就说我不想读。你怎么能这么没出息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会教我题，会给我削铅笔，会说县里的学校肯定比村小好。现在你说不读不读，还让我也别管你。林向东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不说话，别人就不会难受？我想说，我每天都难受，我比谁都舍不得。我想说，我不是不要前程，我是想让你有前程。可当我看见你背上的红书包，所有真话又咽回去了。小满，你要是真觉得我没出息，就把我的那份一起读回来。别光会哭，书本上见真章。你不是作文贴到后墙了吗？不是老师说你能升学吗？那你就好好读，别一天到晚盯着我。我这条路已经这样了，你自己的路别走歪了。你凭什么这样说？你自己放弃了，还反过来教训我？就凭我是你哥，你还知道你是我哥？你要是我哥，你就给我做个样子，不是让我看着你一天天变成别人嘴里的笑话。小满，那你记住，别变成我这样。哥，你为何不反驳？为何不骂我胡说八道？就像以前那样，你为何偏偏承认？小满，你哥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他是啥呀？娘，你告诉我啊，他为啥不读？为啥啥都不说？为啥笑一点都不难受？林向东，我昨天说的话，你别当我是一时生气。我听见了。我会读出来，我会考到县里去，我会让爹娘知道，供我是对的。那就别输给闲话，别人说你哥不争气，你就用成绩告诉他们，林家还有一个争气的。我不会像你那样半途而废。那就好。向东，你这样，小满会一直误会你。误会我，总比让他觉得欠我强。可你才16，你不该把话都憋在心里。你这孩子咋这么傻？我不傻，我算过了，我去学木工，早些能挣钱，小满继续读，才有机会走出去，这是最划算的。娘，走了。向东啊，又去木工铺啊？你说你这孩子小时候多灵光，咋突然就心野了？你爹娘供你多好，男娃有出息，家里也有个靠头。闺婶，小满也能有出息，女娃读书不比男娃差。我就随口说说，你还当真了？这事儿得当真，以后别在小满面前说这些，他听了心里会乱。行，婶知道了。哟，林大学问来了。不对，现在不能叫大学问了，得叫林木匠。人买东西，我来给赵叔送点东西。
倒是你，真打算一直干这个？以前老师天天夸你，现在你蹲在这儿刨木头，你心里就一点不堵？堵不堵，活都得干。我听说你妹妹现在可用功了，逢人就说她不会像你一样半途而废。向东，你听了不难受？要我说，你这哥哥当的也真有意思，你退一步，他往前一步。以后他真考出去了，人家是老师，是文化人，你呢，一身木屑，到时候你俩站一块儿，别人都不一定看得出是亲兄妹。他要是真成了老师，我替他高兴。我身上有木屑不丢人，他手上有粉笔灰也不丢人，靠自己本事吃饭没啥好笑。今天不扫了，认木门。看见没有？顺着纹路刨，木面才平；逆着来就会崩。做人也一样，心里得知道自己顺的是哪条路。想啥？想把这条路走稳。还行，你要是一直这么稳，将来能吃这碗饭。林向东，叫哥，你现在还知道自己是我哥啦？我不知道，难不成你知道？你别跟我贫！我问你一件事儿，问，如果一张桌子4条腿，3张凳子一共9条腿，那……以前小满遇到这种题，总会拿着本子跑到我跟前，先假装自己想过了。你这脑袋是拿来装槐树叶的吗？再偷偷等我讲。我已经不是那个能坐在桌前给妹妹讲题的哥哥了，至少在小满面前，不能再是。这题我想了半天，老师说可以用2种法子，我想出来1种，还有1种卡住了。你以前最会这种，你帮我看看。你看一眼都不行。我都不读了，你问我算术，不如问这块木头。你别装，你以前做这种题比老师讲的还快，你看一眼就知道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天天刨木头，哪还记得那些？你是不记得还是不想帮我？林小满，你不能一遇到不会的就来找我。你不是说自己会读出来吗？会读出来的人不能总等别人把答案送到你面前。我只是想让你像以前那样给我讲一遍。你以前嘴上嫌我烦，可你从来不会把我推开。人不能总活在以前。这句话你说过多少遍了？你不嫌烦，我都嫌烦。林向东，你要是不想读书，你就别读；你要是想学木工，你就学。可你为啥非要把自己以前会的东西也扔了？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说自己不会，别人就不会可惜你？是不是只要你装得像个不爱读书的人，爹娘就不会难受，我也不会难受？你想多了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不会就是不会，忘了就是忘了。你要是真想学会，明天去问老师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我也没说过自己一辈子不变。你变得真快，快得像那天晚上以后，你就不是我哥了。小满，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你哥现在学手艺也有他的难处。你们都替他说话，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难受？我哥他说不想读了，我自己都不信。今天高国庆他妹妹还问我，说我背的新书包是不是你不要的？他说要不是你不读，我也背不上。你怎么回的？我说不是，我说是你自己嫌红。可我说完就觉得自己像个傻子。那你以后别跟他们解释，别人爱说啥说啥，你的书不是给他们读的。你说的容易，别人说我可以不管，可他们说你，我也要装没听见吗？我生你气是因为你自己不要前程，可我没想让别人笑你。林向东，你能不能别总是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？你这样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心疼你。小满，你要是真心疼我，就把书读好。别人说我不争气，你就争气给他们看。别人说你背的是我不要的书包，你就背着它考到县里去。等你真读出来，他们自然闭嘴。那你呢？我学我的木工。你就该谢。人不能什么都要。行，我不问你了。以后我题不会也不找你。你既然说你忘了，那我就当你真忘了。向东，那题你会对不对？你这样瞒着他，早晚有一天他心里会有疙瘩。有疙瘩总比背债强。那你自己呢？你心里就没有疙瘩？我心里有，我自己扛。
小笨蛋。第一步，先设总数；第二步，分开算；第三步，把多出来的腿数扣掉。不行，这语气太像自己了，小满看见可能会猜出来。老师上课讲过类似题。明天从木工铺回来，要想办法给他买2只新的。哥，你在干啥？你书包掉地上了，我给你挂回去。掉了？我咋没听见？你睡得跟小猪一样，听见啥？你才像猪。娘，我走了。他还在生你的气，生气也好，有劲儿读书。你就嘴硬吧。等哪天小满真不理你了，你心里才知道疼。我早就疼了，只是不敢喊。小满，这是啥？有人给我写了题，是不是老师给你写的？老师真偏心，还单独给你讲。这不像老师的字呀。这语气怎么有点像林向东？急啥？题又不会跑，看清楚再下笔。不可能，昨天他明明说自己忘了，他明明不愿意教我。如果是他，为什么不当面说？为什么要偷偷加进我书包？林小满，我听说你昨天又拿题去问你哥了，你听谁说的？我哥说的呗，他说你哥在都学伐木工了，哪还会算题？你再去问他了，问也白问。我哥会不会跟你们有啥关系？我又没说错，他要真会，还能不读书？我哥学木工也是正经本事，你哥要是这么看不起木工，那他以后别用桌子凳子，也别睡床。凶啥？谁让你们总说我哥？哥，到底是不是你写的？林向东，我今天算术题会了。会了就行。有人给我写了步骤。那你运气不错。不是老师的字。那可能是同学的。同学不会叫我别急。你昨天夜里是不是动我书包了？你想多了，我那么累，哪有空写这个？你撒谎！你看着我说，这不是你写的。不是。好，不是就不是。又给妹妹买东西？不是，赵师傅铺子里记账用。上木匠记账用铅笔，那咱每回都挑小姑娘爱用的细杆。能写字就行，哪分啥小姑娘不小姑娘？你妹妹有你这个哥，也算有福气。别让他知道。你们这些孩子，一个比一个倔。一辆车上有4条腿的桌子和3条腿的凳子，共有……不问就不问，我自己也能会。林向东，你今天回来的挺早。嫌我回来早，那我明天晚点。谁管你早不早？我就是问问。书包别总放地上，泥水渗进去，书要受潮。你不是不管我了吗？我管的是书，书湿了，你还得拿皂边烘。可那张草稿纸真不是你写？不是我写的。林向东，你说这话不亏心吗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你做了什么，就算嘴上不说，眼睛里也藏不住。现在你是做了也不认，没做也不解释，你到底想让我咋样？我生你气你就认，我替你说话你也不接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推得远远的才舒服？小满，人长大了总得自己走路，没人能一直站在你旁边给你递答案。你又来了，我就是想知道你还是不是我哥。我要不是你哥，早懒得管你书包放不放地上。林小满深一点，别让他一早就发现。娘，咋了？我书包里多了2支新铅笔，是你买的吗？兴许是你爹买的。看我干啥？我又不写字儿。我还没问你呢。你眼睛已经问了。算了，
反正我就当是爹买的。不过你放心，这2支我会省着用，不会乱折。铅笔买来就是写的，省得太短，字儿都要写歪。你不是说你又不写字？林向东，你撒谎越来越不利索了。咋了？今天考砸了？你才考砸！我今天默写全对，全对还板着脸？要你管！书包给我看看。不给！破了？没破。没破，你包那么紧，里面藏馒头了？林向东，小满，咋给你哥喊呢？我看看，破了就补，没啥大不了的。不是我弄坏的。今天路上下雨，泥路滑，我摔了一跤，书包底蹭到石头上了。书没事，就是底破了一点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还能补吗？补是能补，就是补完没以前好看。我就知道呗。知道啥？知道它会破。这么好的书包，我本来就不该背。别人都说这是你不要了才轮到我的，现在它破了，是不是就说明我不配背？林小满，谁跟你说这种话？谁说的不重要？高小梅，不是他一个。还有谁？你问这些干啥？你去跟他们吵吗？你不是最会装无所谓吗？他们说你不读书，说你没出息，你都不吭声。现在他们说我背你的书包，我也不想吭声，可我心里难受。我喜欢这个书包，可我每次背着它，都有人问我是不是因为你不读了，我才能有新的。我不想这么想，可我忍不住想想。哥，你告诉我，这书包到底是不是你让给我的？你想啥呢？一个书包而已，还让来让去。我要是真想要，当时你抢得过我？我没抢。那不就完行了？我嫌它红，你喜欢它，爹就买给你，事情就这么简单，别听别人瞎说。真的？你觉得我像会把喜欢的东西让给你的人？你以前会。以前你小，现在长大了，别啥都赖我让。我才没赖。小满，书包放这儿吧，娘晚上给你补。真笨。娘，咋了？补好了。补好了就行。这针脚不像娘补的，虽然丑了点，但是挺结实。嫌丑就拆了。不拆。不是嫌丑，丑也比破了强，而且也没那么丑。我今天会小心点，不让它再破了。破了也给你补。小满考上了县里的初中。老师，我真考上了。好啊，小满，娘就知道你能行。林向东，我考上了。你咋不说话？考上就考上了，又不是已经毕业了。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？去了县里没人天天夸你，你要是以为考上就算出息，那还早。我就知道你见不得我高兴。我要是见不得你高兴，刚才就该说你运气好。你已经差不多这么说了。向东这是嘴硬，小满，你哥心里高兴着呢。通知书都来了，总不能不让孩子去，哪是留着换过娘？我没说不让他去，我是在想钱从哪儿来。要不把那头小猪卖了？现在卖价压得低，再说卖了猪，后头家里咋周转？我明天去镇上问问，看有没有洗衣缝补的活儿。小满开学前还有些日子，我多做几家也能添一点。你的手还要不要了？手裂了还能长，孩子上学耽误了就补不回来了。爹娘，要是钱不够，我就不住校，我每天走路去县里。胡闹！县里离咱村多远？你一个姑娘早晚来回走，怎么行？那我少吃点也行，我在学校吃馍，咸菜也行。你去读书，不是去受罪。我不怕别人笑，我就怕你为我愁。愁啥？钱的事儿，大人想办法，小孩别插嘴。你说谁小孩？我是不想让爹娘为难。你真不想让爹娘为难，就别说这些没用的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去了县里别考倒数，家里费尽供你，不是让你去学校省饭钱比谁吃的少。林向东，你是不是非要这么说话？我说错了。你没说错，可你说的难听。我知道我该好好读，我也没说不读，可家里钱不够，我不能装作看不见。看见了也不用你扛，你现在扛不起。爹娘，钱的事儿我来想一部分，
不行，你才学了多久？赵师傅给你的学徒钱也不多，你自己还要吃饭买工具。工具能借师傅的，饭我在铺子里吃一口就行。我晚上回来还能帮人修东西，多少能攒点。向东，家里的事不是让你一个人硬扛，爹心里……爹，小满他通知书都拿回来了，不能因为差这点钱让他止步。你也别感动，我不是为你，我是怕别人笑话我们林家。你这张嘴，真是一天不气人就难受。你知道就行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？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点活来做。林向东，我会好好读，不会让家里的钱白花。那就记住你今晚这句话。向东，你这活接得够杂呀！前几天还修板凳，今天又钉鸡笼。我听说你妹妹考上县里了，恭喜啊！就是县里花钱不少吧？你这么拼是给她攒学费？你说你这哥哥当的真够意思，自己不读了还得给妹妹挣学费。以后他要真当老师，你在旁边给人修桌椅，不觉得别扭？有啥别扭？一个拿粉笔，一个拿锤子，一个站讲台，一个蹲地上，你不觉得差得远？粉笔能教孩子写字，锤子能给孩子修桌子，都干正经事儿，差啥？再说小满真当老师是他争气，他站得高不代表我就低，人只要没偷懒，站哪儿都不丢人。你倒会给自己找台阶，台阶是人一步一步踩出来的，不是嘴上找的。咋还不睡？娘，这个给小满交学费。向东，你哪来这么多？这阵子做小活攒的。不行，你自己留着。小满的钱，我和你爹再想法。娘，我用不了这些，赵师傅那儿管一顿饭，小满开学不能等。你别总说自己用不上，你是人，你也会饿，会累，会难受。我知道。你知道还这样？娘，那天晚上我听见你和爹说供不起2个，其实这事儿到现在都没变，家里还是难。可小满已经拿到通知书了，他不能卡在门口。娘，你别哭，你一哭小满醒了就麻烦了。向东，娘欠你的。娘，这话别说，你和爹不欠我，小满也不欠我，咱家就是遇上难处了，总得有人先往旁边让一步。娘，钱够了，够了，家里东凑西凑，总算凑上了。你别问那么多，你只管好好读。那钱哪来的？告诉你干啥？告诉你，你就能把钱变多。我问娘又没问你。娘让你别问你就别问。你现在最大本事就是把缴费条收好，别还没开学就弄丢了。林向东，你是不是知道钱哪来的？知道。哪来的？地里长出来的。你耍我！林小满，钱已经交了，你现在不该琢磨钱，该琢磨去了县里怎么不被人落下。我不会被落下。林向东，你等着，我以后肯定能考出来的。我等着。这一切值了。向东，你今天送小满去镇上坐车。路上别跟他吵，他第一次离家，心里肯定慌。他慌啥？昨天不是还说自己到了县里肯定考第1？你这孩子嘴就不能软一点？小张就嘴硬，你也嘴硬，你们兄妹俩说话像2块石头碰石头，碰的谁都疼。虽然他不承认，可我就是觉得那就是他写的。小满，你去了学校，该吃饭吃饭，该买本子买本子，别一天到晚想着省钱。你哥昨晚还跟我说，让我嘱咐你别到县里把自己饿瘦了。他说的？他不是天天嫌我吃的多吗？嫌你吃的多，也没让你不吃。你进来不敲门？这是我家，我进自己屋还得给你递拜帖。这是我的屋。前2年你还在我屋里翻弹弓，咋没说那是我的屋？那都多久以前了？给你的。啥？这是你做的？赵师傅铺子里剩的边角料丢了也浪费，我顺手削的。书签的书签夹书里，省得你把书角折起来。书读的再好，书弄得跟柴火堆似的也丢人。你才像柴火堆。哥，县里学校是不是特别大？我又没去过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。那你想不想知道县里学校啥样？我到了以后写信告诉你。写给爹娘就行。我偏要写给你。写给我干啥？我又不给你回。你为啥不回？没空。你晚上不是还会偷偷写算术题吗？哼，你紧张什么？未必那张算术草稿真是你写的。去了县里，把心思用在课本上，
别成天琢磨没影的事儿。有影没影，我心里有数。上去坐靠窗的位置，别把书包放脚边，容易被人踢。红薯饼在布包里，路上饿了吃。林向东，又咋了？你真不送我到县里？我去县里干啥？你是不是怕看见县里的学校？怕啥？学校又不吃人。那你以后来看我。看情况。你每次都这样，明明答应一句就行，非要把话说得像欠你钱似的。那你听好了，我有空就去看你，没空就写信。你在学校好好读，别让老师找家里，别省饭，别跟同学吵架。你一下说这么多，我记不住。记不住就写下来。你不是会写作文吗？走了，送人的下车。哥，我会好好读的。往前走。林守田家县里来的信，县里是小满的，不是你闺女还能是谁？爹娘哥，我到学校了。县里的学校比村小很多，教室窗户很亮，桌子很平，写字一点都不晃。哥，你别以为我会饿着自己，我知道你肯定要说我抠门，所以我先告诉你，我每顿都吃了。这孩子还专门写给你哥看。他倒是会提前堵人的嘴。哥，你要是有空也可以写。你别说你没空，我知道你会写字。你要是不回，我下次信里就只写给爹娘，不写你了。向东，小满都这么说了，你给他回一封吧。有些话当面说不出口，写在纸上也行。再说吧，脚这么硬，他看了又该骂我。饭要吃饱，觉要睡够，钱别省。课难就问老师，别觉得丢人。书坏了往前走，再给你做，别怕。哥，我考上师范了。考上师范，也不是已经当老师了。我就知道你嘴里没有一句好听的。好听的别人都说完了，我说点有用的。晚上又接私活了。给小满做个笔盒。他要去师范了。那你呢？想过没有？要是当年你继续读，也许也能走出去。想过，也后悔过。可小满真的读出来了，那点后悔就能放下些。再说，我也没停在原地。刻啥字儿？小满。哥，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去县里，你也站在这儿？记得，那时候你哭的鼻涕都快流出来了。你能不能记点好？记得你说会好好读，这句是好的。软化没有？东西有。啥？打开看。你做的？赵师傅做的。哥，你就不能承认一次？承认你是专门给我做的，承认你也替我高兴，承认你其实一直在管我。是给你做的。去了师范，笔别乱放。你以后要当老师，东西收拾利索点，别让学生笑话。你看，你好好说话也没那么难。哥，等我以后当老师，我一定回槐树湾看看，咱村小那些桌子肯定还晃。好不容易读出去，回来干啥？你不是说孩子写字桌子不能晃吗？我也觉得孩子读书老师不能离太远。小满，好好读，哥也好好做。哎，真稳！这门合的严实，比原先还好。拿回去用吧，要是哪儿不合适，再搬回来。哥，师范老师今天讲乡村教育，说乡村孩子不是不聪明，只是有时候缺一张平整的桌子，一盏亮一点的灯，一个愿意等他们慢慢学会的老师。我听到这句话，就想起咱们村小那些旧课桌。小满信里写啥了？你看这么久。没啥，说他老师讲课，他还说村小桌子旧。可不是旧吗？你们兄妹小时候做的那批，现在估计还在用。做啥呢？没啥，练练桌腿儿。你最近老做小桌子，孩子用的桌子，高矮得合适。向东，你这几年心里还惦记读书的事儿不？刚开始惦记，现在呢？现在也惦记，不过不是想自己回去读了。爹当年没本事，
要是家里再宽裕点儿，你也能读。爹，别说这个，家里没亏我，你和娘把小满供出来，我也学了手艺。咱家那时候就那么大一条船，能把一个人送过翔，已经不容易。你哥当年不是不想读，他比谁都想读。那天夜里，他听见我和你爹说家里供不起2个孩子，于是他就说自己不爱读了。不可能，是真的。他怕你知道了心里有压力，怕你心里背着债，他就自己搬坏，自己断路。那个补丁也是哥补的，他怕你看出来，天没亮就把针线藏了。我还笑他针脚丑。县中推荐表，小满，好好读，哥不后悔。学校那边还缺啥？份子我明天一起送过去。哥，又咋了？对不起。谁让你翻我箱子的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翻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说？说啥？过去的事儿说了有啥用？有用，至少我不会误会你是个不争气的哥哥这么多年。可我这些年一直以为你怕吃苦，以为你半途而废，以为你把书让给我是因为你本来就不想要。你读出来了，不就行了？那你呢？哥，我说过那么难听的话，我说你没出息，说我不会像你一样，你为什么一句都不骂我？骂你干啥？你那时候才多大？那你怪过我吗？没有。那你后悔吗？后悔过，看见你通知书的时候后悔过，听见别人说我可惜的时候后悔过，夜里手疼的睡不着的时候也后悔过，但我不后悔让你读。哥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都当老师了，还哭成这样，让学生看见不怕笑话？让他们笑。行，林老师最大。很多年前，一条路通往学校，一条路通往木工铺。很多年后，那2条路在村小重新汇到了一起。